此时正是仲夏时节，暴风雨来袭。大雨倾盆而下，由此形成的洪水汇入波涛汹涌的河流，以及巨大的湖泊中。地球是太阳系中唯一一个雨滴能落到地面上的天体。除了我们赖以生存的星球之外，在距离太阳14亿千米的地方，还有一颗奇特且风暴频繁的星球，它像是地球的双胞胎兄弟。土星的卫星土卫六，在某些方面更像一颗行星而不是卫星，它的体积比水星大。和太阳系中的所有其他天体相比，它在许多方面也更像地球。我是说，我可以穿着宇航服，站在土卫六的表面俯瞰湖泊，我也可以仰望天空，感受雨滴落在我的护目镜上。然而，表象都是有欺骗性的。土卫六上的温度维持在零下180摄氏度左右，温度太低是不可能有液态水的。形成这些云的是一种地球上同样存在的化学物质，它是一种可燃气体——甲烷。土卫六是一个由甲烷风暴打造的世界。土卫六是太阳系中唯一一颗有较厚大气层的卫星，这个大气层是甲烷循环的舞台。液态的甲烷会从湖泊中蒸发出来，凝结成云，再像雨一样落下。但土卫六绝不是唯一一个风暴频繁的天体。在太阳系活动最频繁的天体当中，像土卫六这样拥有致密大气层的天体寥寥无几。一些星体有肆虐的硫酸风暴，一些星体有庞大的尘埃漩涡，还有能照亮天际的闪电，比地球上威力最强的闪电还要强10倍以上。那里的风暴规模极其庞大，甚至能完全覆盖整个星体。在如此宁静的早晨，太阳在犹他州的高原升起时，我们往往会忘了自己是生活在大气层中的。大气层是人类生存的关键，也是地球最重要的特征之一。大气运动类似于流体，这对于地球这样的行星来说非常重要。我来解释一下这一点。我是个经验丰富的露营者。如果我用手中的咖啡来代表地球上的大气层，然后
倒一些牛奶进去。奶是一种密度比咖啡大的流体，所以牛奶会沉到底部去。我之所以这样做，就是想要展示，在我加热流体时会出现怎样的现象。想象一下，一个像地球这样的行星，它在太阳的炙烤下升温，这意味着在行星的大气中天然存在着温度差异。自然界中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呢？我们会看到，平底锅底部牛奶的温度会比顶部咖啡的温度更高。这种温差会自发地趋向平衡。但是温差并不会以一种简单均匀的方式达到均衡，这一点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。看，有对流形成了，非常复杂。我们的大气层也是如此，只不过在我们的大气层中，我们习惯称这些模式和湍流为天气。风、雨和风暴可以算作是大气在冷热之间进行能量交换时的副产品。如果一个天体上有大气层，它就必然会有某种形式的天气现象。不过，随着我们对宇宙中天体的探索，我们发现，大气会因温度、压力和化学成分的不同而差异巨大。这意味着，尽管风暴在太阳系中可能很常见，但风暴在不同天体上的表现形式是不一样的。我们从太阳开始向外探索，寻找存在风暴的天体。避开一颗没有大气层的行星后，到达一个被大气层吞噬的世界。从远处看，金星就像一颗宁静的珍珠漂浮在太空之中。但只要再靠近一些，这颗行星就会呈现出它的本来面目。目之所见全都是云，无尽的浓密翻腾的风暴云团将星体表面完全包裹起来。云层的厚度有20千米，飓风级的强风肆虐其中。金星是个真正的风暴世界。金星上的云看起来和地球上的风暴云团很像，或许让人有点压抑。可如果你在云层下面的话，大概也没什么好担心的。不过，问题就出在这些云上。金星上的云成分并不是水，它的成分之一是这个浓硫酸。仅仅一说，好像就有点恐怖了。不过，等你看到它对有机质造成的影响，对构成人体的物质的影响后再说吧。这里我用的是糖。
可以看到已经开始反应了，糖正在变成棕色，开始起泡了。这种浓硫酸，我说的是浓度高达90%以上的浓硫酸，就是构成金星云层的成分之一。它正在剥离糖中的水分，颜色变深的物质其实是碳，把糖中的水剥离后剩下的就是碳了。在这个过程中还会释放大量的热，可想而知，如果这样的云团遇到了与糖相似的别的有机物质，会发生什么？显而易见，如果有人要在金星的云层中跳伞，那么它就会变成这样。所以我想这个故事的意思就是，千万别这么干。可是，如果有人无视规劝，强行穿越金星的风暴云，那就会来到一个宁静而诡异的行星表面，那里的气压非常大，和地球海面下的1000米处相当。但有一个关键性的不同。金星的表面温度为460摄氏度，比太阳系的所有其他行星都要高。这就会凸显出它的一个特点：在这个如此炎热的世界里，白雪皑皑的山脉是绝不可能存在的。金星上真的会下雪吗？这些硫酸云不仅有可怕的腐蚀性，而且密度非常大。这就是我们用望远镜观察金星只能看到云的原因。到上世纪50年代时，我们还认为金星有可能是一处热带天堂。麦哲伦号探测器于1990年抵达了金星，上面配备了可以穿透云层对金星表面拍照成像的雷达，于是就拍到了这样的照片。这是一处广阔山脉，名为麦克斯韦山脉，占地面积极大。用地球上的标准来衡量，它比威尔士全境面积还要大得多。山脉中的一些山峰高度达到了11000米。我想，以人类所习惯的地球地貌来说，这些山峰绝对是超出想象的。金星山脉上的地表物质会反射雷达波，形成了类似于积雪的外观。可是金星的极端大气层意味着下雪是不可能的。金星表面的大气压强是地球表面的90倍。这是因为金星的大气非常稠密，其中96%是二氧化碳。二氧化碳是一种强效的温室气体，也就是说，它允许太阳的可见光穿透大气层，加热行星地表，而地表的热辐射，也就是散射的红外线，却会被它捕获，这就导致了温室效应。金星的温度太高了，人们曾以为它的地面或许会发光，就像刚从熔炉里取出的金属一样。这个世界太热了，不适合暴风雪出场。但这种奇特的物质却很像雪，只有在峰顶上才能看到它。这就是一个线索。关键就是海拔高度。在地球的大气层中，随着海拔越来越高，大气的压力会逐步下降。只要明白气压是什么，这个现象就好理解了。它就是空气质量形成的下压力。所以我们可以设想一下，想象我们上升到10万米的高度，我们就进入了太空，那里根本没有大气，气压就为0了。
随着海拔的升高，下降的不仅有气压，还有温度。这个要解释起来相当复杂，物理学家会称之为稍有难度，其中涉及的因素有很多。一种情况是，如果你想象一块或者说一个体积的空气在海平面上的空气，如果我们将它抬高，随着压力下降，空气就会膨胀，于是空气温度就下降了。但同时还有另一种因素，是与温室效应有关的。阳光照射下来，加热了地面，地面将热量重新辐射到大气当中，大气将热量锁住，所以距离地表越近，气温就越高。关键在于，如果是在地球上爬山，那么到了某个高度，气温就会足够低，水就会凝结形成雪。显而易见，这两个区域的分界线就是所谓的雪线。那么在金星上，我们也看到了某种类似雪线的现象，只是其中并不涉及水。那么那是什么呢？金星的雪线表明那里有东西正在凝固，这是某种凝固点比水高得多的物质。于是我们就知道了，在温度更低的地球上，这种化学物质只以固体的形式存在。覆盖在金星山顶上的那层明亮的积雪，其成分可能就是它——硫化铅。我们的观点是，由于金星的地表温度极高，铅和硫会变成气体上升到大气中，然后冷却后在山顶上凝结，互相反应后就形成了这种亮银色。其实我们并不确定其成分，原因之一是探索金星的难度太大了，要是能把探测器降落在那些山上就好了。除了上世纪80年代苏联探测器探索过金星，我们还没在金星表面成功着陆过航天器，而苏联的探测器也没能维持多长时间。不过设想一下，如果有可能的话，那会是怎样的景象呢？人们认为金星上蒸发的不是水，而是铅和硫。它们以气体的形式随气流从较低的高度上升到山顶，在那里，随着高度的上升，温度下降的程度足以让它们从大气中结晶析出。金星的山顶就被闪闪发光的金属霜覆盖住了。在环境恶劣的世界里形成了雪峰。离开金星可怕的大气层，我们出发去寻找一个几乎与金星截然相反的世界。绕过地球，避开2颗形似土豆的卫星，我们就到达了距离太阳最远的研制行星。相比太阳系中的其他行星，我们发射航天器探索最多的还是火星。得益于诸多探测器传回的照片，我们发现，在极其久远的过去，火星地貌由类似于地球上的暴雨塑造而成。但在约40亿年前，火星的大气层开始消失，
火星变成了一个完全没有风暴的星球。现在火星的大气密度只相当于地球的1%，而且由于尘土太多，日出都是蓝色的。火星表面的平均温度为-60°C，这让火星看上去像个冰冻的世界。但其实并非如此。火星地表上刻画着奇怪的线条，通常有几十米宽。与火星上干涸的河道不同，这些可不是遗迹。我们目睹了它们的出现和消失。就仿佛它们是被故意画出来的，然后又被抹去了一样。在干燥寒冷的火星上，这些奇特的图案背后意味着什么呢？哦，快看，这里是摩崖，是个神奇的地方。那是油矿开采设施，这里被称为狂野西部最荒凉的地方之一。在上世纪50年代，人们在这里发现了油矿后，这里就开始繁荣，和曾经的淘金热一样，只不过这是一场淘油热潮。解开火星线之谜的线索，来自一对开拓性的火星探测车。勇气号和机遇号都是小型探测车，与今天的大型核动力探测车不同，它们是纯太阳能驱动的，太阳能电池板非常小，只有这么大。这些探测车的设计寿命只有3个月左右，因为火星是个干燥的、尘土飞扬的荒漠世界。所有的工程师都认为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些太阳能电池板会被尘土覆盖，能源供应会持续下降。事实也的确如此，但也不全对。由于火星大气层的含尘量极高，一开始太阳能电池板的功率输出确实下降了。可是突然间，能量又开始回升了。不知什么清除了太阳能电池板上的尘土，使得探测车的寿命比预期长了许多。不久后，开始向地球发送的图像，解释了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。火星表面和地球上一样，阳光几乎毫无阻碍地穿过大气层，照射到地面，并使其升温。但由于火星上的气压要低得多，大气更为稀薄，所以在距离地面越近的地方，温度的梯度变化可能越大。所以，如果是站在火星的赤道上，如果地面温度为20°C，而头部附近的气温可能就只有-10°C。温度的梯度差异会造成很大的影响，因为温度梯度本身是趋向于达到平衡的。与地面接触的空气升温，这就意味着它会上升，热空气上升。在合适的条件下，空气上升就会造成气压下降，温度较低的空气就会落下来，于是就形成了热空气上升、冷空气下降、气体循环流动的系统，这样就能形成一个稳定的结构——尘卷风。这又是一个剧烈温差、能量不均衡形成临时性结构的案例，在这里形成的是尘卷风。现在的空间探测器经常会在火星表面发现尘卷风，
人们认为，经过火星探测车的尘卷风会像吸尘器一样吸走电池板上的尘土。这使得勇气号正常运行了6年，而机遇号似乎能永远运行下去。但尘卷风的清洁能力并不仅仅对探测车有利。由于火星的大气层稀薄，火星上的尘卷风可以达到20千米高，直径1000米宽。在它们经过时，旋转的气旋会从火星表面吸走尘土，暴露出下面颜色较暗的基岩。由于留下的痕迹很大，我们从轨道飞行器上就能清楚地观察到。不存在躲藏起来的火星人，罪魁祸首是火星上的尘卷风。不过，尘卷风只回答了一半的问题。它们有可能会留下痕迹，但导致这些痕迹消失的应该另有原因。和地球一样，火星也是有倾角的，这就赋予了它季节变化。一个半球是夏天，就意味着另一个半球是冬天。此外，还有两者之间想要达到热平衡的温度梯度。可是火星上没有海洋，也没有致密的大气层来协助完成全球范围的能量交换。不过好在火星上还有尘土。随着夏天的到来，太阳的热量将大量的尘土带到空气中。尘土吸收太阳光，加热周围的空气，导致上升气流，更多的尘土被扬起，直到形成尘暴，然后抹去其路径上的所有尘卷风痕迹。每隔几年，火星上就会出现规模极大的尘暴，将整个星球都包裹在内。2018年，一场巨大的尘暴连续数月笼罩着火星的天空。对于太阳能驱动的机遇号来说，这就是灭顶之灾。在机遇号从火星表面发回地球的20多万张照片中，这是最后一张。这肯定不是其中最漂亮的，但我觉得这是最令人心酸的一张，因为这些斑点不是天上的星星，而是相机的噪点，因为拍这张照片的时候太暗了。而这片暗块并不是火星表面，其实那里什么都没有，因为机遇号在快要传输完这张照片的时候，电力就耗尽了。在运行了14年半之后，这是机遇号最后看到的景象。火星大气层使它维持运行了这么长时间，但也最终导致了它的毁灭。不过，黑暗对火星也起着重要作用。随着照射到地表的阳光减少，南北半球间的温差也缩小了。尘暴退去时，就会留下一块擦得干干净净的写字板。
为陈卷风的再次雕凿时刻做好准备。放下火星和它的尘埃循环不管，我们出发去寻找一种完全另类的大气层。首先，我们要穿越小行星带。这里最为知名的是矮行星谷神星，距离太阳至火星3倍远的地方，我们就来到了巨行星的地盘。木星的质量是太阳系所有其他行星质量总和的2倍。这里是太阳系规模最大的风暴世界。木星主要由氢和氦构成，它是一颗气态巨行星。木星上的风暴会比地球还要大。自2016年以来，朱诺号探测器一直在探索这颗巨行星，并发现木星上天气变化的剧烈程度和它的规模是相当的。木星上有大量的闪电，其能量是地球上闪电的10倍甚至更多。只是大部分闪电都被隐藏在木星浓厚的安冰云层之下了。不过，威力最强的风暴还是会挣脱出来，让我们能够一睹它的真容。闪电在地球上是如何形成的？目前我们还没有掌握全部的细节，但需要有冰晶上升、冰雹下降，在相互碰撞的过程中就会完成电子的交换。因为电荷分离，云层的顶部和底部就带上了电。这就像是在质地不对的地毯上走过，再去抓住门把手就会触电一样。只是电火花要大得多。不过我们知道的是，在大气中形成闪电的那个区域，水的全部3种形态，包括蒸汽、冰和液态水都要有。由于地球上存在水循环系统，闪电在我们的星球上很常见。但木星就是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了。它到太阳的距离是地球的5倍。在朱诺号探测器的帮助下，我们发现它的大气层中确实含有微量的水，大约只占到大气总量的0.25%。但这些微量的水真的是木星上形成闪电的原因吗？我们在学校里都学过水循环的知识。太阳照射在海洋和湖泊上，造成水蒸发，水蒸气上升并冷却后凝结成云，再以雨的形式落回地面。可是水循环还有其他作用，而且极其重要。它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能量传输机制。如果从河里取些水来，倒进野营炉上的热煎锅里，水就会沸腾，变成蒸汽，消失在大气之中。让我们从更深层次思考一下，这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？水分子在液态时是连接在一起的。现在我要用火焰注入能量来打破这种连接，
将液态水变成水蒸气，反过来的道理也是一样的。水蒸气重新变成液态水，水分子的连接再次出现后，能量就会被释放出来。这就是水蒸气烫人的原因。现在水蒸气接触到了我温度较低的手，变成了液体。随着分子间连接的重新形成，大量能量就会被释放出来。地球上的水循环就像是一个电池。在地球上，当水蒸发时，它会吸收太阳的能量储存起来。凝结成云后，再释放到大气当中去。在常规大小的云团中，水蒸气凝结成液体时释放的能量，相当于数百吨 TNT 炸药的当量。就比如说这样的一块云，如果以一个大风暴系统为例，比如飓风在它的存续周期里，它所释放的能量能达到数千枚原子弹的当量。水循环将太阳的能量汇集到大气中，为地球的雷暴提供了能源。但在木星上就不是这样了。木星接收到的阳光只相当于地球所获得的4%。我们在木星表面探知，安冰云的温度为-100摄氏度。但是通过红外线观察这颗行星，我们会找到一个线索，告诉我们那里发生了什么。木星正在放射热量，辐射总量相当于它从太阳接收到的能量的2倍。木星基本上就是个巨大的气体球，在木星的大气层里是无处着陆的，你只会发现气压越来越大，最终这些气体会变成液体。而木星的核心是奇特的固态金属。木星正在自身的重力作用下坍缩，自大约45亿年前形成以来，这个过程就一直在进行着。即便是现在，它也在以每年约1毫米的速度坍缩，而这一过程也释放出了巨大的能量。这就是引力势能。这种能量释放正在给木星加热，其核心温度达到了24000摄氏度，这是个巨大的温度差。正是它为木星上的风暴提供了动力。这种来自行星内部的热量使得水驱动了木星上的风暴，这和地球上是一样的。这就是木星有如此多闪电的原因。水以蒸汽的形式上升，把能量从木星深处带出来。直至到达安冰云层下的某处。在那里，温度下降到一定程度，就会凝结成水滴和冰晶。水凝结时释放的能量，就为雷暴的形成提供了动力。有时候释放的能量过多，冰晶甚至会被送入安冰云内。这时，氨起到了防冻剂的作用。使得液态水在-100摄氏度的温度下成长为高达60千米的雷云。
木星与地球的差异太大了，它是一颗气态巨行星，温度和压力都很极端，大气的化学成分也完全不同。可是木星上也有水循环，木星大气中有一个区域，那里的温度和压力刚好是和水的所有3种形态共存。这个区域起到了关键作用，它使得木星内部深处的能量得以逸散到上层大气中，从而形成了我们看到的风暴系统，最终让来自木星内部的能量流散到太空中去。我们从木星出发，穿越7亿千米的虚无空间，到达太阳系的另一颗气态巨行星。土星是太阳系拥有最多卫星的行星。土星的轨道上至少有146颗卫星，我们都知道这个。不过有一颗是其中最引人瞩目的，它的质量是土星所有其他卫星质量总和的20倍还要多。它也是太阳系中唯一一颗拥有致密大气层的卫星。土卫6真正的特别之处在于，除了地球之外，它是我们所知的唯一一颗可以看到如此景象的地方。由于土卫6厚厚的氮气大气层和零下180摄氏度的低温，地球自然界中以气态形式存在的甲烷，在这里得以液态形式存在。它在天空中形成云，再像雨水一样落下，然后汇聚成巨大的湖泊。但像这样的湖泊，在土卫6上也不是随处可见，只有2极地区才有。2极之外就是截然不同的世界了。辽阔的平原，连绵起伏的沙丘，这就是土卫6上的荒漠。不过靠近一些，一种似曾相识的地貌就会映入眼帘。我们之所以对土卫6这么了解，是因为卡西尼号探测器。它于2004年抵达土星系，花了10多年时间探索土星及其卫星。它不仅发现了土卫6上的荒漠世界，找到了2极的甲烷湖，还发现了这样的地貌特征：蜿蜒穿过沙漠。而这个跟眼前的景象很相似。土卫6的荒漠上遍布着干涸的河床，距离土卫62极的甲烷湖约有3000千米。这样我们就遇到了一个难题：这些河道是怎么雕凿出来的？北美西南部也遍布着这样的峡谷，它们与卡西尼号在土卫6表面发现的峡谷非常相似。
这些峡谷是山洪爆发留下的。在夏季，北美季风会席卷这片土地，大量的水蒸气从加利福尼亚湾上升，然后形成雨水，倾泻到这片原本干旱的荒漠上。洪水不断冲刷，就形成了这样的峡谷。如果说地球上的干涸河道是季节性洪水造成的，那么土卫六也是如此吗？和地球一样，土星的自转轴也是有倾角的，这意味着土星和地球一样，同样有季节变换。但土星的一年是29个地球年，这就意味着每个季节会持续约7年时间。土卫六与土星的倾角方向相同，在土卫六南半球的夏天，由于南半球对着太阳，即使它距离太阳大约15亿千米远，吸收到的能量不会很多，但是7年时间也足以使甲烷从湖中蒸发到大气中了。卡西尼号探测器目睹了这一现象，它在土卫六处于夏季的南半球上空飞过时，看到了甲烷云在南极附近旋转。甲烷在土卫六大气层中凝结时，会释放出巨大的能量，这和地球大气中水蒸气凝结时会释放能量是一样的，而这种能量的释放就为风暴的形成埋下了种子。可是云层并不会停留在南极。2010年，卡西尼号拍到了这张土卫六照片，这实在是太好了，因为拍到的是土卫六赤道附近的一场风暴。有时候静下心来想想，其中的意义是非常值得的。这是一张风暴的照片，出现在围绕土星运行的一颗卫星的大气层中。在土卫六的荒漠中，秋季会引发大气层的变化。卡西尼号所拍到的风暴从极地袭来，释放出大量的甲烷雨。可是由于土卫六上的重力甚至小于我们的月球，雨滴会以地球上1/6的速度落下。所以风暴也是放慢的。土卫六上威力最大的风暴，每天也就是降下300毫米的甲烷雨，然后形成山洪，在荒漠中雕刻出峡谷，再流入广阔的洪泛区。卡西尼号还拍到了这些照片，这是土卫六表面的图像。这里的深色区域被认为是液态的甲烷，液态甲烷形成的洪水有几十厘米深，只是这次洪水的泛滥面积相当于2个英国的面积。几个月后，在土卫六上的同一地区，卡西尼号又拍到了这张照片，可以看到洪水已经消失了。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，所有的甲烷都重新蒸发到了大气中，风暴移走了。2022年，卡西尼号任务结束5年后，詹姆斯·韦布空间望远镜将红外摄像头对准了土星的这颗偏远卫星。这时，土卫六的北半球已是夏末了。空间望远镜发现了一些神奇的现象。土卫六的北极上空出现了巨大的云团，游走的风暴到达了它的新目的地。现在人们相信土卫六的风暴进行了长达29年的漫长迁徙，
从土卫六的一极来到另一极，然后又折返了回来。在它的行进过程中，风暴释放出了甲烷洪水，千万年来在土卫六的荒漠中雕刻出了峡谷。这是距离地球12亿千米的一颗卫星上的季节性河流。土卫六是个神奇的世界，它处在永恒的黄昏之中，所以我们可能会认为那里是寒冷凄凉的荒漠。可是它拥有很活跃的大气层，有风暴和席卷地表的季风，与席卷犹他州和亚利桑那州的季风并没有什么不同，只是由于温度过低，在大气中实现能量交换的不是水，所有的化学物质都是不同的，甲烷起到了最核心的作用。这就是太阳系风暴世界的故事，我们称之为天气的美丽而复杂的结构，出现在每一种大气当中，发挥着相同的作用，即通过能量交换来平衡冷热。但让这些世界如此不同的主要原因是，在实现能量交换时，起主导作用的是不同的化学物质。化学反应就发生在星体的炙热与太空的冷寂之间，在行星和卫星的表面表演。大气层是它的舞台，风暴塑造了不同天体的面貌。在金星上，山脉可能被金属所覆盖，甲烷以雨的形式落在土星的卫星土卫六上。而在地球上，大气层使生命得以出现。然而，我们的太阳系也仅仅是银河系中数千亿个太阳系中的一个。所以，我们不妨畅想一下，大自然这位伟大的化学家还会在宇宙中创造出怎样的奇观？